为什么一阳指在乔峰眼里不过是高明一点的点穴功夫，而到了神雕中却能让一灯大师跻身五绝？是武侠时代没落了，还是战神乔峰的点评过于片面？其实吧，都有点道理。要知道，乔峰当时在小径湖畔看到段正淳使用一阳指对付段延庆时，觉得威力不怎么样，才会如此评价。那是因为段正淳的一阳指才有5品的水平，指力也堪堪能达3尺距离，而六脉神剑的硬性要求是一阳指需达到4品方能修炼。天龙寺4本的一阳指差不多已是4品巅峰，保定帝段正明也是这个水平，所以当时窟窿才会让他们各练一路剑法去对付吐蕃来的鸠摩智。窟窿大师这时也才达到3品巅峰水平，但到了神雕中，一灯大师已经把一阳指修炼到1品巅峰水平。书中描写其指力可达藏余，他在1丈之内用一阳指与金轮法王对轰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华山论剑时，他用一阳指和降龙18掌打得不分上下，足见一阳指若修炼到1品境界，其威力与六脉神剑已经差不了多少了。所以当时中神通王重阳才会远赴大理，用先天功交换了一阳指，因为他深知只有先天功与一阳指结合，找准时机才能破了欧阳锋蛤蟆功。之后一灯大师经过多年苦修，已经把先天功和一阳指进行完美结合，达到攻防一体的效果。论威力，他已不输当时任何一门绝顶武功。此外，他还具备疗伤的效果。当时黄蓉中了裘千仞的铁掌，也是一灯大师耗费大半功力把他救活，不过也因祸得福，有机会观阅了郭靖带来的九阴真经。之后苦修数十年，功力已真至化境。这时的一灯大师对上战神乔峰，我相信乔峰可能也没有十足把握能赢，因为金庸先生也说过，武功强弱取决于使用者内力的高低。乔峰一套太祖长拳都能打出绝顶威力，而一灯大师后期将近100年功力，已经把一阳指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更不是段正淳、窟窿大师之流能比的。不过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武学时代的衰退。乾隆时期武学何其鼎盛，北冥神功、六脉神剑、小无相功等百花齐放。到了神雕中，已有诸多绝世武功失传，诸如北冥神功、六脉神剑。这也就是大家问一灯大师为什么不修炼六脉神剑的原因，不是他不想修啊，奈何已经失传，就连乔峰的降龙18掌传到神雕也只剩15掌，还是洪七公自行领悟补全了后3掌，否则降龙18掌在射雕中也不可能造就一个北侠郭靖。